起点200Z， 看钥匙还是带标签的新车啊，但是这是北京盛世通州旗舰店涛哥的那台试驾车，然后也是包括他们装车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瑕疵吧，反正这个车就是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处理给我了。我算了算，即使我自己上牌购置税，然后最后加起来也到不了这个车的裸车价，反正就是薅了涛哥一个羊毛吧。然后就今天简单聊一下，除了说那个，因为这车比较实惠，还是为什么要收一个这个小排量的一个小街车嘛？我是一直想要一个整备质量很轻，然后动力的话就是中规中矩，在250排量左右，然后整备质量应该是在150公斤左右的一辆车，然后改个菠萝胎，有一定的离地间隙，就是去应付一些野路子。然后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也知道身高不高嘛，然后那些越野车可能我驾驭不太了。这个开始我想的是那个就是新款的那个飞智，新款的那个飞智150，但那个车13000，13000，150风冷还没有 ABS， 确实配置给的太低了。行，言归正传，这个200Z，目前这个就是说，我是连夜从通州骑到了天津到天津了。这是百胜宾达俱乐部，就是我北京那边，北京的那个名下的车已经满了嘛，然后就只能来天津上牌了。应该今天就能验车。就从北京骑到天津的这一路吧，反正觉得这车是贼好骑。主要就是车轻，然后坐姿也比较舒展。但是那就直接这外观跟那个150Z 是一样的，咱们就说说这个200这个动力吧。这个发动机平台，它是这样的，它这个车一样是极速没有比那个150强多少。我是拉到了表显117最多，应该还能再多，可能有120的样子表显。实际的话，它那个说明书上的极速是114，大概我看了一下，跟那个高德那个 GPS 也就有5%的误差。那个114可能真的是实标的，你就当这个车的极速就是114。然后好在它这个车这个发动机低扭很不错啊，就是比那个150前两三档的时候那个出力劲儿大了一些，而且就是小排量最怕就是红绿灯的起步频繁换挡嘛。这个车我看了一下，三档能拉到表显86。断油，这平时红绿灯起步就足够了，1把油就能开出去。而且昨天也路上也跟了一辆那个春风250 SR，也跟得上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整车这个样子嘛，就本田200F，这个头灯和那个国产的本田400F也特别像啊，什么还有老款龙6啊，那种造型，对，标准的几年前那个街车。然后这个转向灯是集成在这个油箱旁边这个护板上的，这造型还是有点，只不过就是看起来比较低调的一辆那个街车嘛。这也是一体式坐垫，然后原厂带尾架，剩下配置跟150基本都一样。然后这个轮胎正新
叫什么 NK01，反正挺入门的一款，能够用。我后期可能这个车我后期可能要改个1个月2个月左右，然后改成辐条轮毂吧。到时候还是为了去野一下嘛。还有我说啥？对，这车值得一说的，这车的灯光很奇怪啊！我给先打着。简单说一下仪表，这仪表单色的，然后显示很清楚，而且旁边这个灯指示灯都挺全的，比较喜欢。可以，要深的。这个上边的一道是日行灯，它这个大灯很奇怪，就是日行近光跟远光都不能同时亮。然后近光的话就切到这个反射 LED， 然后你再切远光的话就变成下边这个灯。反正就是只有按超车灯的时候它是能同时亮的，然后切到远光，然后就不能同时亮了。然后这跟他们大野集团的其他的车灯的逻辑都不一样。然后待会儿我放一段晚上的这个灯光的效果吧。然后这个灯也形状也很奇怪的。咱们这近光是个碗形啊。然后这个前边还不错，但是两边它有这种空隙。然后远光的话是车头灯部分照亮，然后远处照亮，然后中间刚才近光的一片就完全没有了。然后这个车是远近光不能同时亮的。然后有一点是这车这个坐垫比较薄啊，这个你骑的久了可能感觉会屁股痛，对，就是屁股痛。行，然后我就简单给因为减平嘛，上路就稍微骑一下，然后让你们就是看一下这个驾乘感觉。等我稍微把相机调个广角。好，就是200排量这个排量段比较尴尬嘛。有人说拉不开150，追不上250的。其实你小排随便起头，前面有试过，就这个车转弯半径非常小，非常灵活。对，操控感。这只要没有啥质量问题的话，我这自己也对这个车整车状态挺满意的。它这个200的发动机，出力特别平顺，然后到7000转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动力爆发。而且滑动离合一直都很好用，转弯半径很小，这个操控很给人信心。我之前骑过的街车里边，觉得操控比较好的，就福斯瓦纳的黑剑，豪爵的那个 XCR 300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。4档2000转，然后也不多档，2000转，然后起。看的是。
行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儿。也是前天才算把车提到手吧，然后从北京郊区骑到了天津的郊区，就是大概一共是200公里的一个小短途，先做一个简评吧。然后这个车油箱是17升，加满的话，这个续航也应该有500公里吧。那就等后期的视频吧。这期就这样，下期再见。